前世，经过我连续3个月泡在实验室，查阅上百篇文献，反复验证数据，终于完成这篇关于肿瘤的靶向抑制剂研究任务。然而在领奖台上，妹妹姜薇却拿出一篇与我论文一模一样的文章，其创作时间更早。时间下来，不要的，谁让你那个？姐姐，我知道你一直很看重大家说你医学天才的名誉，但你总不能抄袭我的论文吧？你呀，江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爸，我没有抄袭，那些数据全都是我亲手实验得出来的，我真的没有抄袭啊！白川，你知道我不会抄袭的，对不对？你想，我瑞的论文昨天就发表在核心期刊上，证据确凿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姐姐，就算你江郎才尽，写不出论文，但是你也不能抄袭我的呀！我们可是亲姐妹，就算你到时候真的毕不了业，我可以求父亲让他在实验室给你安排一个助理的工作，就不至于饿死的。还以为是个医学奇才，原来是个只会抄袭的水货呀！这江家是咱们国内顶级的医学世家，江宁又是这届的博士，我看他这博士也是靠着江家才考上的，典型的学阀呀，这是。这不就是学阀吗？这还是啥呀？太累了，没点可惜。我江家没有你这样的女儿，大伙请放心，我江家出了这样的混账，我绝不姑息。今天我必须给学校、给同学们一个交代。爸，我真的没有抄袭啊！闭嘴！微微创作时间比你早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敢狡辩呢你？爸，我真的没有抄袭，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呢？我真的没有抄袭。谁呀？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你还嘴呀？好，这种抄袭我就该打死他！爸，就饶了姐姐吧，她也只是太看重医学天才这个名誉了。薇薇，就他这种人，没必要这么善良。像他这种沽名钓誉之人，根本不配做顾家的媳妇。全体在内，全体在内，打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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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配做顾家的媳妇，你也不能抄袭我的呀！还敢狡辩你？全体在内，打死他！我这是回到被姜薇指控抄袭的那天了。毕业了就到爸爸的医院工作。佳宁，别以为自己拿了个优秀毕业生就目中无人了，今后要多帮衬薇薇，知道吗？上一世，我辛苦研究出来的论文，却被姜薇诽谤抄袭，到死，我的亲生父亲都没有帮我说过一句话。老天有眼，让我重活一世。这一次，我和姜家的账慢慢算。姐姐，江宁，你怎么总是这副模样？故意伤害薇薇？我真后悔把你从孤儿院给领回来呀！你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是啊，我就不该回来，不然也就不用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。你，姐姐，你别这么说，爸爸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好。你要实在有什么不满的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。我不是你让我打的吗？你疯了吗你？你居然敢对薇薇动手！她可是你妹妹呀，你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呢？妹妹，我哪来的妹妹？她一个养女，吃穿用行比我样样好就算了。自从我回到江家，你们何曾关心过我？凭什么要帮衬她？你女呀，烦了你了！
就因为这么点小事你就打你妹妹？你赶紧跪下，给你妹妹道歉！跪他也配？你个小兔崽子，你还怎样？欠你们江家的名，我早就还清了。你现在最没有资格教训我。没事吧？既然都这么不待见我，那我从今天开始便和江家再无瓜葛。哦，对了，江薇，你不是最想要江家的一切吗？那我就通通都给你，连同这优秀毕业生也送给你。我走就是了。别，姐姐，你不是为了今天的论文都准备了很久吗？姐姐，只要你今天上台，这天下人就都知道你的荣誉了。他这么慌张，难道事先就已经知道论文，做好准备要指控我抄袭了？行了行了，都别瞎掺和了。毕业生大会马上开始，都回去吧。哎，教授，我等着，我回家再收拾。爸，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江宁上台来分享她的优秀毕业论文。好戏要开始了。各位老师、同学们，大家好！我的论文题目是靶向抑制剂研究。好，那么姐姐，这不是我的论文吗？你怎么抄袭我的论文啊？果然还是来了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一直很看重大家说你医学天才的名号，但是你也不能抄写我的论文吧？姜薇，虽然我不知道你用什么办法抄袭我论文，但这一时我会让所有人看清你的真面目。我10岁就被医学院破格录取，12岁发表了我的第一篇 SCI 论文，所有医学院的人都认为我是医学天才。你认为我需要抄袭你？可是我的论文比你早一天发表在核心期刊上，这就是铁证。那肯定是跟他抄的他呀。江宁，事到如今了，你还在狡辩？混账东西！微微的创作时间比你早，丢人现眼，玩意儿！赶紧给我跪下来！上辈子也是这样，父亲丝毫不听我的解释，任由其他人活活把我打。爸，抄袭这么大的帽子，我就不能为我自己辩解一句吗？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不假，可你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谁知道你会不会染上那些恶习？微微虽然和我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我是看着她长大的，她的品行我最清楚。论文我3个月之前就已经完成，只不过是在等实验结果的上传。现在就下结论说谁抄袭还有点太早了吧？而且这段时间我一直泡在实验室里，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都可以为我证明。江宁确实每天来的最早，走的最晚。在实验室又怎么样？我也每天泡在实验室里，爸爸和北辰哥哥都可以给我作证。既然如此，口说无凭，经院昨天刚收治一对患罕见病的双胞胎，不如你们现场验证一下，谁能治好病人，那抄袭的争议自然就揭开了。这个提议公平合理，江薇同学，你意下如何？好，那姐姐呢？该不会是不敢的吧？我当然是同意教授的提议。开始吧。姜薇，你欠我的，我会一样一样讨回你。听说这对双胞胎得的是心脏双突变肿瘤，国际上都没有成功的案例。为了这病，国内顶尖专家多次会诊都没能治疗成功，甚至下达了病危通知书。要是他俩能治好，那简直是华佗在世了。是啊，可以开始了。我宣布，罕见肿瘤切除手术现在开始。江宁，你再怎么挣扎都没用，你只会一步一步被自己推向深渊。
准备手术。江医生，外面实在太吵了，会不会影响到手术啊？无妨。身为医者，即使是在枪林弹雨中，也要岿然不动，为患者专心诊治，不要有丝毫的杂念。不愧是出身医学世家，江宁这稳重的性子，有他母亲和宁夫人当年的风范。先建立体外循环，给停泊液确定 ACT 的时间。我们这次要把肿瘤以及连同附着着的心内膜组织一并切除。准备开始。这是改良后的 CME 术式，竟然可以把出血量控制在50毫升以内。在血管交错的方寸间有理，刀尖精准避开了任何一根神经。这手这么稳，果然是天生的外科奇才。这不仅手法比疾病还稳。老姜啊，我看江宁抄袭一事应该是个误会，这下你应该放心了吧？希望如此。江宁，你以为搞出这些就能洗清你抄袭的嫌疑吗？做梦！不论是你的论文，还是你医学天才的名头，都是我的。快看，江离和姜薇的手术步骤居然一模一样！快看，江离和姜薇的手术步骤居然一模一样！这不可能啊！两台手术的分离路径、器械使用方式完全一致啊！居然连切割的角度都分毫不差，这哪是姐妹啊？这分明是克隆人吧？他怎么会知道这个改良术式？这个针对双突变的靶向处理方案，明明是我独自研发的。江宁，想不到吧？这套联合治疗方案是我在实验室钻研了半年的成果，论文目前正在核心期刊的审核阶段。姜薇刚研究出来的，他江宁为什么也会啊？薇薇的实验室向来对外公布，某些人如果想偷看他的实验记录，简直是易如反掌。真是家门不幸啊！江宁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他这肯定是抄袭，连手术步骤都抄袭，太无耻了吧！抄袭狗，去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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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静，大家冷静，不要影响手术。难道我还是摆脱不了被他诬陷的命运吗？人界已经说我身为医者，即使天塌了都不能自乱阵脚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顾北辰是我未婚夫，却始终维护姜薇，不相信我。难道江宁，你怎么总是这副模样？故意伤害薇薇？看来他们早就在一起了。我的论文和实验数据肯定都是他投给姜薇的，那以前的治疗手法肯定是不能再用了，不然还会被他们诬陷抄袭。莹莹，你看，这是妈妈自创的蝶翼隔绝缝合法，你是第一个看到这种缝合方法的人。以前的你能抄，现在的你总抄不了。接下来我将用自创的蝶翼隔绝缝合法来处理病灶。这是他自创的。姐姐，你自诩医学天才，总不能连这个也抄吧？不可能，这个缝合法只有我自己知道，你怎么会？难道姜薇说的缝合方式跟我的是一种？你是第一个看到这种缝合方法的人。不可能，我竟自己都没有用过，这个我看过的缝合法，他怎么可能会？姐姐，你自称医学天才，那你用的什么方法呀？我用的什么方法，关你什么事儿？缝合，对，他不可能会的。这种缝合方式不仅能有效的减少术后的疤痕增生，还大大降低了感染风险。这么创新的缝合手法，应该早点推广出来才是啊！你们看，他在处理密集区域血管时，进针角度精确到了0.1毫米，出血量比传统手术减少了70%，缝合速度和精准度的平衡把握的非常好。之前大家都知道江宁，不知道姜薇，那是因为薇薇太低调了。怎么可能？姜薇怎么可能连这个都知道？我手术做完了。看来那论文真是江宁抄的，为了保住他什么医学天才的名头而不择手段，
真是医学界败类。还得是姜薇学姐呀，不仅医术高超，还很低调，不像江宁沽名钓誉，我有时候都分不清她们到底是不是亲姐妹了。退呀退呀！江医生，江医生，江医生是怎么了？手术已经完成了，为什么还不结束啊？姐姐，你还没结束呢，病人的血氧饱和度都快跌破安全值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样放弃。要是现在结束，我易于承认抄袭。有了，先拿。我的手术也完成了，就是好像有块止血纱布遗留在了患者体内。啊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有块止血纱布遗留在了患者体内。这是多少？是吗？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的操作失误，凭什么要向你报备？钱到。老师，我也要2次手术。姜薇的手术明明已经完成了，为什么也要进行2次探视？这不符合医疗流程。是啊，薇薇，江宁要做2次手术，是因为他蠢。你干嘛要做第2次手术啊？我手术虽然做得很好，但是为了稳妥起见，还是再检查一下。上钩，快！手术刀，快！我要赶紧跟上了。什么？他这是结束了？江宁医生，不继续探查吗？不急，我得休息好了才能继续手术。对呀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都到这个时候还想休息？他居然还在唱歌，在这么严肃的场合，他居然还在唱歌！不许唱了！江宁医生，要不我们还是先给患者进行治疗吧。现实，他在唱歌，那我可怎么办？不能眼睁睁的让大家看着我出丑啊！反正我做的一切都会被姜薇抄袭，那我就什么都不做，看你还怎么抄。江宁，你必须立刻给我马上手术！如果麻醉时间一过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我们老姜家没有你这种草菅人命的废物！是，快点！学术造假就算了，居然还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！你这种人就不配当医生！就算做不好，也不能消极摆烂呀！是不是？江宁医生，病人血压已经开始下降了。江医生，现在是伸展运动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。张医生，再不缝合，我们的麻醉时间也要过了。我马上就。江宁这个贱人，居然丢下手术不做了，那我怎么办呀？刚才的缝合我只看了一遍，根本记不住啊！难道要跟他一样丢下病人不管吗？不行，那样我所有的荣誉都会毁于一旦。有了。怎么了？薇薇，你怎么了？薇薇本来就体弱，这么高强度的手术，她给那人累坏了，才晕倒的。是啊，江宁，就是因为你抄袭了薇薇的论文，才导致她晕倒的。你还在这跳舞？我居然和她还是一个学校的，以后毕业了，哪家医院还敢招我呀？这种草菅人命的败类，不配为医！滚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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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缝合。原来只要我什么都不做，你就没法偷我的医术。但是现在只有3分钟，我必须尽快想出新的缝合办法，这样姜薇就没有办法抄袭了。有了！手术完成了，帽状腱膜层缝合术是我刚刚才想出来的。这次我看你还怎么抄！各位老师，我的手术完成了。姜薇，你不是晕倒了吗？低血糖而已，我喝完葡萄糖就立刻回来了呀。毕竟神命关天，我总不能像姐姐一样
把病人在手术台上不管。我刚刚研究了一个新的手术方法——帽状腱膜层缝合术，请各位老师进来检查。姜薇同学皮下组织的缝合用的是可吸收线，间断性缝合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是啊，传统的丝线逐针缝合不仅需要拆线，而且拆线后极大可能会留下疤痕，而我用的是可吸收线，恰好可以避免这个问题。姐姐，那么我们来看你用的是什么方法。